来了新的冰人，这一款 GT 出品的 GameTwice 出品的这一款萨菲罗斯，这个早就镶上了，等了很久了。可能这个我拿到的也是比较晚了吧，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了。盒子的外包装很大，而且呢上面还有这种鸟毛的刻画，黑色的鸟毛也是挺符合萨菲罗斯这种人设的感觉。盒子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大黑盒，很重。我们来开，首先会带一张指示说明。哇，好他妈帅呀！2个金甲，还有一个闭眼的替换头雕，这个脸做的也很棒。哇，便宜的天使，哇，40米长的村正，这个不错啊。这回的支架有2种连接方式，一种是这种合金的蛇形管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遍冰人的裆部的 U 型托，有一个萨菲罗斯的名牌，可以把这个胶撕一下。每次撕这种膜的时候就感觉很爽，很解压。哇，呲儿，其实可以折啊，它中间这里看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接环的关节，这片翅膀可以从这个角度往下折，但是呢，还是不要折了吧，展开挺帅的，有毛茸茸的，这个是真羽毛制作成的，有一个连接翅膀的造型零件。把它插在这里，它是一个6棱型的，可以的，很稳定，插上以后效果牛逼。这里是磁铁搭扣式的吸附里边有写 LR， 得注意一下方向。刀刃是合金件，但是握把是塑料的。FF7 重置版刚出来时候的消息就是 GT 其实也是为了赶这一波的热度，它就有公布要做后续什么克劳德、德法、萨菲罗斯现在都公布了出来，它构架的那种世界观是非常伟大宏伟的一种世界观吧，包括野村哲也的画风，还有当时很牛逼的音乐直松伸夫所做的那些曲子吧。最终幻想7其实我觉得算得上是最终幻想系列里边的一个巅峰作，我个人是最喜欢的，以至于到了后来史克威尔公司也是想着电影化，进军电影行列，拍了那个最终幻想灵魂深处，一下子赔的底儿朝天，所以又翻回来把最终幻想7的世界观拿回来，拍了第2作的史克威尔电影再临之子。其实再临之子的这个标题我觉得讲的就是萨菲罗斯的故事，就尤其那一句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眼睛啪往开一睁，伊斯西布里达纳库劳德，瞬间这个电影票钱更值了。所以在后来有一个最终幻想7补完计划，它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观里边铺开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再加上一些小说了 OVA 动画了，还有一些周边的同人音声广播剧这些东西的补完，让最终幻想的这个世界观越来越大。再有就是刚刚的最终幻想7重置版，可以说又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作品了，让这些10几年的史克威尔老粉们瞬间又嗨起来了。萨菲罗斯怎么能少得了他呢？而这个萨菲罗斯这回的 GT 做的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。一款冰人做的好不好这个头雕是灵魂。而这一次 GT 的萨菲罗斯，从他一开始公布一些流出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GT 这家厂子相当的有野心，而且实力非常的不俗。以前的 GT 其实出过一些动漫相关产业的东西，我记得有做白衣户，但是死神那个题材呢，虽然小时候看了一点吧，我也只看到了蓝染。这个头雕可以说做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这就是萨菲罗斯，很帅。而且这一回 GT 非常聪明的，他用了胶发。我当时特别害怕这种冰人厂子用直发头雕，他用的其实是透明件的底子，透明软胶件做底，然后在上面喷灰色的漆，就导致了这个头发很有通透感，而且富有层次的那种味道。但是有一点小遗憾吧，
因为是开模的胶发，所以我们可以看细节的这些地方，开缝线，还有漆可能喷的不是那么匀吧，所以说这些厂子在做的时候工艺上面我觉得还有待改进。但是这两只眼睛涂的非常非常到位，甚至这个高高的颅骨眉骨下方这里下边的一些阴影的部位，眼角部位的这些阴影基本上和 CG 里边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就是 CG 里边走出来了，这就是史克威尔那味儿。绿色的瞳孔，这个瞳孔刻画是对的，而且萨菲罗斯的瞳孔是猫眼，一根线，这个做的也对，这个闭眼的感觉也很有味道，也不错。你真要说让我个人自己来选的话，我摆柜子用睁眼还是闭眼，其实很难抉择，因为两个做的同样有味道。尤其萨菲罗斯闭眼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更萨菲罗斯。哇，这个头雕值500。其实就算现在有那些专业的画娃师，你要定制一个头雕，我觉得这个头雕没有500块你做不下来。所以 GT 的这个美工相当的有水平，而且作为神罗的一等兵嘛，萨菲罗斯在神罗里边也是一个英雄级的人物。这一回两个肩甲用的是塑料件，塑料件上边上了这种金属漆的刻画吧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些边缘什么的还是有一些毛毛糙糙的。虽然用了2个磁铁来吸附来固定这2个肩甲，但是固定的稳定度差一点点。你在活动的时候，2个肩甲会稍微的容易掉一点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皮衣的厚度吧，让那个磁性不是那么强了。说到这个皮衣啊，2个大立领做的很好，高高的立起来，但是可惜啊，这里稍微的有一点点线头，里边的这个绑带是一个造型件固定上去，而且它这回的素体是一个特制素体，不是那种笼统的。一般来说现在在国内买这些第三方的兵人嘛，他都会用一个通用的素体，我之前也买了很多，就是那种最便宜的50-60块钱的素体，然后给你做一身衣服定一个头雕就完事儿了。而这一回萨菲罗斯，这就是 GT 用心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敞胸露怀的，而且萨菲罗斯是属于那种线条型的肌肉男，他是一个型男，但是身上会隐隐的看到一些肌肉，我们这回能看到素体上展现出来的这种效果也不错。肚兜这块是一个塑胶件，很厚啊，而且这里的拉锁其实是假的，就拉不上的，软软的。整体的皮衣缝制的这些裁剪线了，相当的工整，相当的规矩。腰部的这些饰带，还有这些造型的刻画，也是非常符合原著的。下边来看这个大风衣，其实它用的是皮质的，而且有内衬的里边这一圈还有一个特别细的小铁丝来定一些造型，摸上去好像也是 PU 皮吧，但是这个柔软的程度很棒，它不太像那种纯皮革，有点像布质面料的那种假皮革，就看起来有皮质的那种亮面效果，但实际呢不太容易开裂的那种。我觉得这个材质很好，靴子的刻画也是很还原原著的。这我觉得这不算大太刀了吧，都这算什么？都极太刀了。这么长的一把村正，你如果做塑料件是十分容易断裂的，所以 GT 这回确实选用了合金材质。当然你换了合金材质以后嘛，对关节的支撑力度要求就高了。不过就目前新开盒来看，这些关节的支撑力度还是挺紧的。我感觉 GT 在做这个素体的时候，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么长这么重的一把刀，想要把它跟这么拎起来举起来，确实需要一定的关节紧实度，而这一次做的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是一些兵人很难做到的，就关节的松紧度的调整，这个阻尼感非常非常的棒。哇，看他还在不停的掉毛，好吧，来自萨菲罗斯的肯定，做的真的很棒，太美妙了。可以说整体的素质来说，是我今年买到的兵人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，最满意的一款。无论是它的题材，还是它的工艺，还是它的美型度，都做到了我非常想要的那个效果。而且这个价位我觉得完全合理，现在可能涨到1600-1700了，这个价格现在在上涨，但是还好吧。巴黎帮我预定下来的价格可能是不到1300块，我觉得这个价位拿下来完全喜欢，完全合适。1300块的预定价格，这个素质来说，在兵人界啊，可以说得上是物美价廉，性价比非常非常高。
这个气势摆在家里边，我觉得其他的兵人都已经可以黯然失色了。当然还得说说它的不好的地方。首先因为这个皮衣的厚度问题，导致了这个关节啊可能活动起来的范围没有其他的那种衣物的质感，活动范围那么大。再加上皮衣是一种非常难保养的，不定期的还得给它打油了什么的，防止它开裂。即使说现在这个皮料比较柔软吧，但是也要做好那个保养措施啊。然后就是这个鸟毛的翅膀了，虽然质感很棒很漂亮，但是这个避免不了的，它肯定会掉毛。这个可能也是没办法吧，因为之前如果说买过 Lucifer 大天使了，还有之前的梦魇的那些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，这种真正用羽毛做出来的这些翅膀是十分容易掉毛的，你摆一次肯定它要掉，但确实没毛病，太棒了，太他妈帅了呀！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我到底要换哪颗头，看看这一地。其实我还有一个 VS Toys 出的那个 Diva， 但是那个不方便展示出来，因为我把他的衣服改了，改完了以后就你们懂的啊。这两款 War Story 出的，然后呢它本身里边是一个素体一个头雕，但是它带了2身衣服，我买的是豪华版嘛，它会带这身礼服，所以我又配了一套原厂的头雕素体和地台，这个是我后来另配的。反正这2个 Diva 的价格算下来也不便宜了吧，可能也得1600、1700了。翻回来想一想啊，你这么对比来看的话，这就能看出来这些厂家的水平问题了。War Story 如果说没有对比性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 Diva 做的也挺不错，也挺漂亮的。但真要是说抠细节还原度来说，差了那么一点点味道，不知道哪儿，就是觉得这个 Diva 很漂亮，网红脸，但是气质上边和 Diva 不符，或者说就是不像，拿捏这个韵味非常的难。而这一次呢 GT 的萨菲罗斯就像他比的这个手势一样，这个非常漂亮，非常完美，也是这个萨菲罗斯入的我现在心里边更加确定的，将来我等 GT 这家的克劳德、Diva、扎克斯好像也有预告啊，我觉得这几个是必买的。反正 GT 家的这条线只要它出我就追定了，咬咬牙买下来，哪怕在别的上边省一点，其他的冰人我不买了，这条线我追定了，太牛逼了。那么这一款 GT 的萨菲罗斯就是这样了。2021年度我买的最棒的冰人，没有之一，牛逼！今年这个生日礼物赞。